嗨，大家好，我是小江老师。我也要。有。嗨，大家好，我是阿志。你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叫出来吗？为什么？你看这个布莱达做的这个叉烧笔怎么样？帅啊！而且是超难做的那种。超难做的，地狱级的。对。这样你现在知道你在你们部门里面，这个代工师傅的部门里面象棋到多好。打杂的。这太夸张了！你觉得你现在可以承接这样子的这个作业了吗？我有准备一台1比48的牛缸要给你做。不要了，但是更难做吗？更难做啊！我跟你讲，现在就让阿志进入这个吼，我觉得他下个月就不会进我们公司。是哦。所以就是你手上握的这个。上次我开箱完这个啊，对啊，我觉得这个等级也很棒。对啊，这等级也很棒啊。就是 GFF 做到这样子。对。虽然我们听说它的注料口是饮汤或是没有汤，对，或是没有碱，可是其实我有碱哦，但是它就是很像我们之前那种直接用斜口剪的那个剪完的外表这样而已。哦，是，可是我真的找不到然后武器比较多哦，然后它的那个翅膀也没有做无缝。对啊。可是我觉得整体乍看之下，它的这个整个干净度啊、质感都还是很好的。对啊，那质感很不错。对，所以我帮你准备一台这个猎魔。用这个方式。对，用这个 GFF 的风格，然后我们这一次就要实测哦。就是我上次算14个小时还是十几个小时会做完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我只用一颗头模拟，所以可能不准。然后所以就要请你做用整支。然后这很快。你自己估可以多久？2天吧。2天就都用这样，都不用干嘛，就打磨而已啊。你嘴巴喷漆做完了吗？做完了。所以你要从今天开始做到明天？今天就可以开始做了，就今天剪一剪就开始磨。今天剪一剪。今天几月几号？2月28。然后3月2号上片。都没有拍的话可以2天啊。都没有拍可以2天。好，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228，而且现在已经下午4-5点。这礼拜拼完。不是，这礼拜是7天了，从2天加到7天，你以为我有多好骗？我跟你讲，3月2号我进来看做完了没？给观众猜一下。水电还没来啊。水电还没来哦，不，你本体我看有没有喷完就好。好，交给你了。那我们就来期待阿志这一次这实际的工时会是多久呢 ？Go！
各位观众哈，我们刚才跟阿志有一场这个激烈的竞争，对，就是阿志一直在摆这个姿势，我说不对，一直打枪，对。然后我也知道，你也知道不对，对，但是就我知道是少一个位，但是不知道怎么调。那和会是用画，我们有可动限制，我想到怎么可能摆的一模一样？对，我就想说，我这边调，喂，看好像好像可以，稍微有点可以，对，所以就调 OK。对，我跟你们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人之所以会进步，就是他听得下去别人的这个建议。那通常我在打枪别人的时候，一定有原因，我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打枪你。那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哦，不行，而且我有试图去引导说怎么样才可以。对。那阿志的优点就是，他愿意去接受这么一点点的一个改变，而这一点点改变就会让他越来越强，越来越进步。我觉得这个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因为通常我跟有时候有一些学生或者是有一些朋友跟他讲，第一次他会改，对，讲第二次他就不力洗球。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知识的重点，我们这个东西打下去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打下去，你一定手会出力又是很有力，这样子打下去嘛。对。那打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手不可能这样，对，因为这样会没力。你去想，你这样子去打东西，你拿棍子这样打下去的时候，你的手不可能还会去调一个这个。所以你一开始的手腕为了摆出这个和会的姿势的时候，迁就了它。对，你迁就了它，那你迁就这件事情会导致其他的地方，即使看起来都很有张力，对，可是最后是没力的。对。那这个没力会变成打东西，变成捡东西。对，有没有这一点点差别？那我们现在再回来，你看他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对。那你们前面那个照片就会不一样。然后我就叫阿志自己来一个扫把，来看看。是不是阿志摆的都比原本的那个帅？所以猎魔志，对，猎魔志，自己取一个这么帅的名字，哎呀，对，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是会再稍微，但是它武器有点重，或是对手臂直一点。这个东西就是变成我们到时候要用一个亚克力架还是什么，然后到时候再把它劈掉。有时候为了这个成就一个完美的一个动作。你不一定要跟和会一模一样，可是你一定要把骨骼的张力、肌肉的张力表现摆出来。还有一个重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在这样打下去的那一瞬间，对，古时候的人，我们这些装甲在古时候他们是什么？盔甲。对。那你打下去那些盔甲，怎么可能都是平的？它会那个盔甲，你有没有玩过？三国无双，那个打下去就整个全部什么该飞起来的东西都会飞起来，它不会一直贴在身体，不会这样子平平的。所以像你当时的这2个裙甲，如果是完全垂的，那就更像捡东西。有起来。对，所以你一打下去，该有的这个，我们这是要付钱的呢。要付钱。你做这一台，对。我们现在让观众猜，其实我也不知道时间多久。然后我们现在让观众猜，现在开始猜哦。好。几个小时？要猜分钟就好。猜分钟就好。22小时。22个小时。这么久？然后没关系，然后差分。差分。你们现在猜到差分猜对了，一样哦。JM 02。好。好，JM00啦。现在第一个猜中了就送。好，然后我们来回顾你这台做了什么处理。因为要学 GFF 的功法嘛，所以就是基本就是，因为它汤口没修，但是我们一般做模型还是要修。基础的我会修汤口吧，分模线我也是有处理。像它原本的油压管那个银色的那个细的那个，它原本是有喷上漆，上一点银色，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分模线，我就看着就有点讨厌，很不舒服，所以我把它全部都磨掉，重喷银色。对。而且像其实这猎魔很多这种油压感，对。我去参考一下 HIN
它的那个它是合金骨架嘛，我去看一下它的分色跟其他人做的裂膜，因为我讨厌裂膜，你讨厌裂膜？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月是裂膜月，是哦，我们这个月是3日月，3日月就是都3月全部都做3日月的裂膜，所以我很讨厌裂膜，但是我要做模型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做功课，看一下人家怎么分色，像我像这种油压杆啊。等一下，你说你很讨厌裂膜，那你刚才叫裂膜字，裂膜，你又在摆姿势，我们要那个。要灵魂附体，然后结束的时候就你是谁？再出来，再分开，继续，好继续。就像有时候就分一下那个铁色啊，金油压管这个金色，对，金银的搭配，像它这个很像这种叶片吗？还是什么？这个轮轴啊，也会分个色啊。对，像它这个原本这个油压杆这个嘛，这算动力管。动力管，对。它原本是骨架，都这样动力管连在一起。对，但是如果你整个喷金色，金属色很丑，所以我喷完之后有给它遮盖。哇，所以你会觉得有分开的那个感觉。所以你这个 GFF 比原厂的 GFF 多做很多工作，所以我这就做的真的比较久，就20几个小时。对，因为就是有多一些分色因为像我想要让这个金属色原本的量还在，对，所以我又有分开喷消光，对，不能整只一起喷，对，这就是做一个质感上不同的一个表现。这是我有一个缺点我忘记我做完才想到，我就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才想到，他这不是有透明件，对，他跟我讲说，这个透明件内层再喷个银色，这样会比较那个会更亮，就是比较不会像单纯的透明件这么的空洞。我知道，对。我就说，靠，我都装完了。没关系，就这样就好。因为 GFF 不会做到这个程度。对。如果有一天你要做这件事，你不要把银色喷满。要喷一点，让有个就是要让它，对，要让那个光是有在流动的感觉。又教要收起。对，真的很帅耶。其实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不要太介意，就是当我们在摆动的时候，这里一定会有一些小小的刮伤。我们刚开始在玩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些刮伤看得很痛苦，但是这就是它在打人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刮伤。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物理现象，一个很正常的逻辑。对，而且你玩 GFF， 你有时候刮到它其实他们的漆我是不知道他们用什么，但是他们的漆都蛮耐撞。他们第一层会先掉消光，你就看到一条很透明的一条线。对，那个就是消光，它被刮掉。对。如果你再玩久一点，就是连那个底。你就看到塑胶颜色了，对，那个也是会掉。对，就是大家不用太介意这种小瑕疵，就是像一个女孩子长得再漂亮，她也要去上厕所。难道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她就不用上厕放屁上厕所吗？对不对？所以这一点点小瑕疵，大家在玩的时候不要太计较这种东西。而且这支我也没刻下。对啊，我都完全就是用我之前最爱玩的方法啦，就是拿铅笔跑个线啊，像这个宽的就把它涂满了。还有像这种红色这种比较深，因为铅笔它是灰的，对，画上去会有点不太明显。对，我就会拿那个像这种干淡笔。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教的，就这样子就带一下啦。就像铅笔用画的多练习也有好处，你知道吗？你以后刻线的时候你会超稳对，因为那个算是也是在练习，只是你是用画的，一个是用木剑，就是我们讲一开始练习用木剑，对，你一开始用铅笔就不会，就习惯以后换刻针，你就知道那个手感，对，你可以先拿刻线针，因为刻线针圆的嘛，你铅笔那个也是圆的，对，就很雷同的道理，只是变成你变针的时候，你要变成施力点。施力要抓，其实你用画的时候施力也是要抓，因为你有时候太大力，有时候就也是会吐出来。对，只是这个吐可以比较简单，用擦的就好。没错，所以就是铅笔就是木剑，对，然后等到刻针就是铁剑，然后等到铁剑练得很厉害，我们上次说换倚天剑，那时候你就可以买叉，超级倚天剑，真的很帅耶！我觉得我们把 NG 这个系列全部做完吧。
可以啊，200多台而已，还是对200多台，但是我大概做了100多台。你已经做100多台了？自己。不，我们现在博物馆要放的，要全部重博物馆要全部放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起标。上次那个 GFF 人家最后涨到11000左右。对，11000。我们这个10900。10900。都不卖，我跟你讲。而且现在猎魔还没有合金完成品。对。哇，好帅哦！你这一集录完是不是去日本爽？对啊，明天啊。明天要去日本。你第一站去哪里？第一站先去中野啊，中野那个百老汇，先花钱啊。百老汇是什么？就那个他那个中野火车站出去那里就有买玩具的东西。哦，买玩具的。对啊。就第一天先让你。晚上了，第一天晚上睡觉啊。睡觉。想干嘛？我想说，看你会不会不经意的把这个秘密行程讲出来。哦，不会，那个不能去。为什么？那个地方还不会接外国客人。哪个地方不会接外国客人？我自己知道。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期待阿志回来的时候，你要挑战一个完整的这个 MGSD 的那个作品，你还记得吗？我知道，你记得。对，那我们就等阿志回来。今天看完这个阿志的这个 GFF， 好，算是发挥了你1成的功力吧。1成功力啊？有1成吧，差不多吧。全部啊？全部。你现在是怕接到那个 GC 的？好吧，反正我们下一次让阿志发挥大概6成的功力来做这个 MGSD， 大家敬请期待。好，下次见啦，拜拜。